大家好，这里是 ITS Live Overall 的频道。你现在收看的影片是课程 C# Unit Test Complete Course。本节影片要说明的主题是 Introduction to this course， 也就是我们要来了解整个课程大纲。我们来介绍本课程的内容。整个 C# 单元测试课程总共分为6章。第一章，我们首先来介绍什么是 Unit Test， 什么时候写单元测试，谁来写单元测试，以及单元测试跟其他的测试的关系。第二章我们要写几支简单的单元测试，在透过撰写单元测试的过程中，你会逐步了解单元测试的基本观念以及我们所使用的工具。接下来的第3章，我们要介绍单元测试中应该具备的基本技巧。这些技巧我们会透过 NUnit 这个套件来做介绍。同时在这一章经过很多的练习以后，你也会对 NUnit 的各种使用变得熟悉。在第4章，我们要探讨的是使用假物件来制作情境，来完成单元测试目标。在单元测试中，我们经常需要依照情境来做测试。在安排情境的过程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利用假物件来代替真实物件。使用假物件，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行为跟结果，来创造我们需要的测试情境。因此，如何使用假物件完成情境的安排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测试的技术。我们在这一章里面也会学习使用 NSubstitute 这个套件来进行假物件的各种操作。有时候想要使用假物件来替代真实物件会有一些困难，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进行程式重构，让程式达到低度耦合，才能进行物件的替代。因此我们也会说明如何重构完成解耦。第5章是一些实务应用案例，在这边我提供了几个实务上容易遇到的又不好处理的单元测试主题，例如我们如何测试档案的操作，如何测试 HTTP Client 的呼叫，如何测试 Log， 如何测试 Entity Framework。 这几个主题可能会利用到其他的套件，我们也会在这一章里面介绍其他单元测试相关的套件，来协助你完成这些单元测试的目标。有人说2023年是生成式 AI 元年，有了生成式 AI， 突然间 AI 也可以帮我们写程式了，它也会写单元测试程式。因此我们在第6章也介绍一下 AI 如何协助我们进行单元测试。这里的每一章下面都有几个节次的课程，对每一章的节次安排，在这边我就不做介绍了，因为未来我可能会依照大家的需求再增加影片进来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每一章的节次内容，请你查询 YouTube 本频道中课程影片对应的播放清单。